Hello 啊，大家，就是在今天开始看之前，我再去看了一下排行榜，我这已经是5月21号了。目前的话，可怜的梁龙和阿护是垫底儿，我觉得梁龙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林玲也还是第一名，现在应该魂殿是第6名。知道了。姐，杨成，哦，这是派出所，不是医院。我陪你去医院吧。对他这难道不用去吗？话说，他们俩为什么要帮小柚子？我也不知道。为了钱。据说是生活所迫，才出此。我怎么觉得是为了逼杨成啊？不是大富大贵。可能是知道你爸妈常年在城外工作，所以比较好下手。也可能，他们就没想勒索太多。哦，谢谢。杨成。哦，因为他已经成为魂殿了吧，所以就有电流。人不会突然一阵阵发麻，可能休息会儿就好了。这种症状还可能是因为你火了。魂殿34年首次露脸，今日有市民拍摄到了疑似魂殿见义勇为和歹。那这样大家都以为他就是魂殿，那老魂殿就成他成替身了。触电的感觉，这个触电的感觉，一方面是这个魂殿的身份，另一方面也像是坠入爱河了。他 P3了。啊，完了完了！他知道我之前都在骗他，我聊了那么多私事。哎呀，好可爱啊！啊，我该怎么办？其实第一次在奶茶店里，也有道理。所以本来就是双向奔赴吧。全糖作战。100%。你是那个扮演魂殿的大哥哥吧？可以跟你握个手吗？什么赛亚人？小朋友，你没事吧？哇，不会就是魂殿本尊吧？虎妞大圣狗蛋，快来啊！他就是魂殿。杨哲，既然他本身他的那个展上都就是展会后面都没有人跟他去握手的，现在大家都争着要跟他见面。老板是会营销的。哎呀，自从火了，我看你合作多的都忙不过来喽。我劝你好几次找人帮你运营运营，考虑的怎么样了？成经纪人了是吧？我哪请得起？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打算。不过这样他就一点点累积起了他的信赖值。我其实都帮你物色好了。哥们儿，原来您是经纪人，细谈怎么看上？所以他更对杨成感兴趣吧，而不是潜在情敌。还是断臂呀、
我好喜欢断臂。哇，什么雷神？哇，这个假肢太帅了！我建议还是难道不是全部律师函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您签个字。大家分辨得出谁是真正的魂殿。再忍一忍就好了。所以现在他还没出手，只是因为杨成还没有构成足够的威胁。来，我们再试一次。哦。还是不行。至少方向对了，等定的零件一到，我就能让电流控制器的负载稳定下来。上昭，你确定我们这样做不算是盗用魂殿的身？因为杨成他其实没那么有野心，很爱你的。现在那么多人把你称为魂殿，正是因为你比起高高在上的他来说，让大家看到了更多无限的潜能。还记得吗？救下小柚子的人可是你啊，是不是，夏晴？所以杨成，你要相信自己，用你的方式。杨成好可爱啊！全新魂殿，准备好了吗？看来是错怪你了，上超。哇！这是电击到音箱了，这也太帅了！就是改造了一下他的铠甲吗？所以山寨货是年轻群体更受欢迎。我去，完了！大家好，欢迎莅临魂殿30。老魂殿就是抓住的是什么中老年群体吗？每个人都会领到一份小礼物和气球的，大家不用着急啊。咱们倒是蛮轻松的。是呀，看着挺阳光的，怪不得讨人喜欢呢。这是上海人吗？啊，这么贵啊，吃老粉也难顶啊。你想都别想，都已经有周边了。不如存着给孩子用。杨成，你知道跟老魂殿比，你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吗？什么？受小朋友们欢迎吗？怀旧款魂殿手办礼包是本次的特别活动。新魂殿，新魂殿，冲了，割的就是我。接下来有请魂殿本人来向大家介绍，欢迎。毕竟杨成还是会摘头套的，可能更加亲民吧。目前只会发售1000套。魂殿先生，请问除了出席活动，最近您还有打击恶人的打算吗？魂殿先生，最近排名持续下跌，您作何感想？您对最近同样被称作魂殿的少年有什么看法吗？会不会担心被他取代啊？魂殿先生，回应一下吧，魂殿先生。受孩子们欢迎只是表象。这个分镜真的不错，感觉还能更能触及到人心一些。豪景肯定不会长的，基本盘已经不稳了。就正好刷到，所以看看。哥俩还没谈上呢。上超向我表白了。啊！那么吃惊干嘛？你有意见？
我以为他看上杨成。会不会他其实是就是在，其实是在逼他表白吗？服啦！说的惊喜。来，里面才是重点。怎么样？这样以后我们就不用总是蹭学校实验室了。我感觉他一心都扑在杨成的事业上。妖生让我爸看到了未来的价值，他愿意出资让我们大干一场。为了帮你打造更专业的装备，我把投资大部分都花在了设备上，剩下的钱也只够租这么个旧厂房了。等体系联合会排名，我们再根据情况改善条件，你看怎么样？联合会排名？要不你们3个一起过吧？我说。原本就有这个打算吗？我不知道，但直到现在，我感觉都像做梦一样。虽然不知道梦什么时候会醒，但有梦可以做的感觉，还挺好的。终会醒来，我现在已经有非常不好的预感了。你一个人在想什么呢？上超研究的那些，我暂时帮不上忙，所以就出来透透气。杨成，答应我一件事，不论你未来会如何，都能勇敢诚实的面对自己，保持初心。你是杨成吧？你们是谁？这是老魂殿所为吗？是帮他们。他的信赖值是0，我们不要跟他玩。妈妈，你们去哪了？杨成，你信赖值多少呀？给大家看看呗。嗨，听说他的信赖值是0，没啥好看的。他一直都是这么自卑来的，现在好不容易积累了一些信赖值了。杨成，调解会准备开始了。如果再回到0的话，真的就有 PTSD 了。什么时候？夏晴，你怎么来了？上超说调解会是可以有亲属陪同，所以昨天他安排我先过来。那他人呢？亲属了已经。这里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地方。魂殿先生委托我来转达，他愿意给你一个洗心革面的机会。首先，你必须对公众宣布放弃魂殿的身份；其次，向我们正式的。我感觉这些也都是公司所为，就是老魂殿应该也不是他完全主导的。
每次我弟弟去看他的表演，其实我都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但那个对小柚子充满爱心、耐心地满足孩子们的要求，表现出英雄般正义和勇气的那个人，不是魂殿，他就是杨朝。我没光听你们在这儿诡辩，到底认还是不认？不认就走审判程序，等着监禁吧。赶上了，上超，关键性的证据找到了。多大的？送什么货？我他们公司，记录仪里发现，他们公司也太不严谨了吧？是一个未知来电。那又怎么能证明这通电话不是这个姓杨的小子打的呢？那通电话的来源我已经查过了。你又是谁？我还你们还有多少？这是那个一个接一个的天眼吗？那人齐了再开始啊！我叫启示，是尚先生委派的事件真相调查员。这个时间线是就是真相之眼，启示。bingo，我们回归正题。他最擅长开盒了。书加密，而这种技术作为一个普通大学生来说，想要掌握，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更何况，是这位家庭拮据、从来没有电子信息工程经验的杨先生。这场指控是一场漏洞更痛了，毫无根据的污蔑。这背后的始作俑者，才是真正的骗子。专业打假。夏晴，但是他这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变成那个天眼，应该是他之前的样子。嗨，这还得感谢我爸，是他的人脉关系。大英雄，准备好了吗？啊，准备什么？迎接新魂殿的加冕时刻。哇！所以不倒已经，这应该就是之前的事儿。加冕时刻，哎。啊！但真的离不开夏晴和尚超的支持，他们太给力了。只有年轻人和中老年群体。尚超干嘛着急让我们去基地啊？我也不知道啊。完了。怎么突然雨下这么大？夏晴，那个不是故意想骗。伏笔吗？完了，他拿着。哦，他把尚超认成杨成了，因为戴着那个面。
别这样啊！不是什么情况啊？怎么又死一个？我真的就是才刚对上超有所改观，上一集的时候还觉得他很碍眼，结果这一集就死了。虽然也不能现在完全说他死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可以改变的机会，但是我觉得这就是魂殿现出真容的这个弊端吧。就像杨成，他一旦向世人展示出了自己的就长什么样子，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他的工作的地方、他住的地方、他的工作室，这样的话他其实身边的人就会被牵连，有可能是上超，有可能说是夏晴。他本来是一个孤儿的状态的话，他是没有什么牵挂，但是现在的话，他有了必须要去守护的人们，这样的话，他其实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但如果他一直把自己遮盖在这个面具之下的话，甚至还有很多其他的魂殿扮演者、舞台剧表演者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把你的真实身份隐藏在了这一群人群之中。再加上这一集的时候，夏晴也说了，让杨成一定要勇敢诚实的面对自己，这其实多少已经明示了，可能接下来杨成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上超的死就会是这根导火索。杨成在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的时候，他还能保持初心吗？但往往命运总是在天平的两头摇摆。啊，这是已经确定他死了？他和我的儿子开了一个玩笑，一个只有眼泪、哭泣和被爱的玩笑。如果这就是上天对公平的诠释，天哪！那么我那这样杨成绝对要黑化了吧？咽喉告诉他，既然天平已经倾斜，那么在一切恢复平静之前，谁都无法置身事外。已经回不去了。对不起，你还在这他有里做什么？多自责呀！而如果那且上超真的是找到真凶，一步步推着杨成到了现在的位置了。带着我的一群原谅。所以我找你，就是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枪手的身份，我依稀能分辨出。肯定是老魂殿那边的人。我现在突然觉得，是不是就专门是去杀上超？其实也不是认错人，就是为了逼就是杨成去黑化，就这等于说是个圈套。你怎么来了？严叔让我带奶茶给你。谢谢。为什么不告诉联合会特派员，而要独自行动？因为杀上超的，正是本该因绑就是冲他而来的。所以，我谁都信不过。也包括我吗？对不起，让你和严叔担心了。骑士永远站在真相这一边的。
杨成。真的要黑化了，天呐，我好心疼啊！他好不容易，唉，已经没有真正的英雄了。当日，向曾经的魂殿发起决斗。我去，我没兴趣。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公司的想法，这个老魂殿他好像更专心于自己的事情。至少20个百分点，到时候我们就有望回到前10。我不是为了排名才成为魂殿，不只是排名。就这个时候他还不是前10。你还不明白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吗？不应战不表态就是默认。老魂殿莫非真的就是杀人凶手？老魂殿的信赖值还在持续走低，截至本周，支持率已下降整整5个点。搁这炒股呢。老魂殿决斗这一话题持续霸榜热门，备受瞩目。我早已看厌了老魂殿那张死气沉沉的鬼脸了。家人们，看看是不是这张帅脸才更有亲和力啊？净整些华而不实的周边，退钱！他已经变质了，现在起我支持新魂殿。引导舆论。现在大家已经默认您是老魂殿，他是新魂殿了。但是老魂殿也是经历过非常多战斗的。这拳套能打出这么大威力？是上超之前给杨成设计的电路装置，应用到拳套上发挥的特性，反向输出便能制造成倍的冲击力。是吗？可装是死的，人是活的，要怎么确保能打中他呢？更何况他们科研水平比我们可强多了，装备的耐受性更高，甚至还有绝对防御的模式。一旦开启，但是真的很帅，都没法伤得分毫。会击中的，杨成不要死好吗？会击中的。我好担心他真的淤青啊。他了解的这么清楚。最厉害的招式，往往都是双刃剑，这点他应该比谁都清楚。电光斩的破绽大，但杀伤性更大。自从那场战斗之后，他就再也没用过。杨成，要不算了。夏晴很担心他。有可能这也是他。确实，而且老魂殿本人也不是主导人，就是如果真的复仇复到了一个错的人身上，不就很……老板感觉一直在引导他去打老魂殿。
可能老板就是跟老魂殿是对手、敌人。这不就是我们的玉影灵王和纸城侍郎吗？感觉这坡贼陡啊！哦，杨成，可能我比较接地气。后来才知道，你是为了救一只猫，滑下了一个泥坑。谁又能想到那个憨憨的心声？完了呀！我现在有很不好的预感。但却都充满着自信，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而努力的那份自信。现在，这份自信真的还在吗？对，杨成已经回不去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真的是你想去做的吗？我也觉得这肯定是他现在就是想去做的。还记得我希望你答应我的事吗？记得。但是现在的我，并不单单只是我，他背负着成千上万人的信赖。如果我现在选择逃避，那么所有支持者也都不得不向罪恶妥协。这不是逃避。下去了。啊，西云清的演出什么时候能去看啊？所以真的就是还没有太查清就要开始决斗了吗？无论战斗经验还是团队所打造的装备，都具有绝对优势。但你别忘了，这个世界上力量的源头还是信赖值。目前新魂殿的支持者已经有反超老魂殿的势头了，所以这场决斗的胜负手，很可能就是支持者们对两人领哇的变化。这会儿好像听到了有个响指的声音，所以就会切换吗？啊，幸运清！哦，原来还是这个声音吗？其实我还是觉得他们两个人都是很好的，就是让他们这样子去残杀。夏晴，两个位置都是空的，我真服了。哇，垫鞭子。哇，
这远程攻击可以啊。目前看来还是不相上下的。哇，但是特效还是很帅了，哎呦，烦死了！我不想让他们两个人打。啊，就不会是那个老板吧？未来他想不用这招都不行。严叔，这宣传费要不少。他肯定有自己的计划。这你不用管。鸡蛋。所以老魂殿也不想使出这一招的，就是在逼他。所以他是不惜把自己的店都搭进去，也要。对，他都是断臂的。哇哇！什么雷之呼吸？所以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断臂吧，就像杨成他也会淤青一样，因为这是一个跟手套的交界处。哇！他有使出那一招了吗？哇！他太帅了！天哪！但是这样他也没有使出那一招，只是在防守而已，他也不想。老魂殿。绣魂殿这套装备好帅啊！而且他们在打的这个过程中，信赖值也在变化着，所以力量也在变化。一切市场都在向他那边转移，这样下去你会输的。天哪！所以他的手可能就是这么断的，承受这种雷电的负荷。他能追上是吗？别呀！都怪自己太弱小，没有保护的好他。我不会再犹豫了。哦，他也走了。
说，这爱情专属席位为什么会这么深啊？其实不存在什么魔力，说白了，那里的视野和采光都是最好的，当然适合表白的氛围喽。我只是恰好在那里安排了个位子而已。人就是这么有趣的动物，你好说歹说吧。所以他就是跟老魂殿是敌人，设置的游戏规则，就像恰好安排的位置一样，都是他布局的。哦，所以他把杨成否了吗？有个大单子，接不接？想让你弟活命，就去把那个冒牌货解决掉。他也是被威胁了的，他们也都是被逼的。我去，不管是2个魂殿还是这2个绑匪，都是被利用了。我的天哪！啊！刚刚那个应该是老魂殿，因为是紫色的，我真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前10了。买了做宣传了，天哪！完了，杨成已经没了。哎呀，我服了，怎么这样啊？哦，但是有呼吸的声音。但是下一集好像就不是魂殿了吧？哎呀，但感觉能听到呼吸的声音，所以可能杨成还有救。但是他们2个人等于说都是被这种操纵了，2个人都是好人，去互相残杀。奶茶店老板等于说就是幕后操纵这一切的，真的是这集看的真的是太压抑了。而且这布局的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魂殿再收割一波可能这个杨成的热度，这样的话他击败杨成之后，他的这个信赖值一合并，他就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他就可以进前10了。目前不管是00篇还是魂殿篇，都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这英雄谁要当啊？我真服了。所有这些当英雄都要被利用、被操纵，不管是被就是群众、粉丝、舆论，还是被自己的老板、经纪公司，太惨了。而且仔细想的话，就是最后这个魂殿就是到底是谁战胜了谁，因为都戴着面罩，可能也不太好分出来。就是大家说不定也可以相信这是杨成，或者是就是新的。毕竟老魂殿像这2集铺垫的一样，它已经类似于是一个旧时代的传奇了，所以它缺少这些年轻人的这个流量。所以这背后老板他一定要给就是老魂殿一个重生的机会。我觉得真的很痛心，就是老魂殿他一直都是一个心怀正义的英雄，包括就是他确实也是以前救过杨成的。而且这2集也能看出来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关心就是排名的事情，他更多的是专注于自身。但是他的经纪人一直在督促他要进前10，包括他在最后跟杨成决斗的时候，你最开始也并没有释放出全力，更多的是一些防御的招式。非常好奇就是老魂殿他之前的故事，毕竟他还是有一些理由让他不得不继续在这个位置上的。
可能他也像杨成一样背负了一些愧疚内疚。而且我觉得同样非常可怕的就是所有的粉丝们，这些普通人们居然也在期待着2位英雄的决斗，就这是会害人的，会死人的，就感觉大家都已经颠了。最后也正是因为这些就是舆论的影响，然后老魂殿的防御力等于说是降低了，他不得不就是召唤出了那个闪电。我最喜欢这一集战斗的部分就是杨成他又想到了就是他当时去救上超那个时候的犹豫，然后再不断切换到他现在不断奔向老魂殿的这个步伐，那一瞬间他就是又想到了曾经的上超，他可能觉得跟对夏晴有意思什么的，可能就是造成了一点点的这个犹豫，可能会觉得他是个碍事儿的情敌或者什么的。当然现在我还是存疑上超到底有没有跟夏晴告白，所以在这个决斗中杨成他是不会在任何的犹豫，使出了他最全力的一击。而我真的好心疼杨成，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自卑的孩子，没什么自信，好不容易他就是成为了魂殿，然后积累了一些信赖值，包括还有他2个非常好的朋友帮他就助力他成为了这个就是能够短暂的做一段这样子的梦。结果上超这样死在他面前，我觉得除了他深深的这种内疚自责，他对自己的想法也发生了改变，他可能也开始就是厌恶现在的自己为什么会犹豫，居然能有当时那样的想法。他既不能接受就是上超的死，或者说是这场阴谋，他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毕竟这样的自己并不是什么阴谋所致的，而是他本身自发的有了这样的想法和犹豫。现在留下的就是疑点还是蛮多的吧，就是包括到底是不是真的杨成死了，或者说是杨成才是真正继承新魂殿的人，然后包括就是现在如果给魂殿投票的话，到底投的是杨成还是老魂殿，或者说他们俩已经完全一体了。不得不说魂殿的这3集感觉不管是观感还是节奏都比林玲的那4集要好不少。当然我是非常喜欢林玲，也非常喜欢奈斯的，前面可能还是要铺垫一些世界观什么的吧。现在就是魂殿篇结束了，就是还挺不舍的，真的还是挺希望他们后面还会有就是再出现的场面吧。那这期就这样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